这匹母马因为难产已经奄奄一息，分娩的阵痛令它只能在地上不断的嘶吼。为了避免一尸两命，男主人当即决定要使用蛮力，将幼马从母马的肚子里拽出来。但这种野蛮的催生方式，同时也给母马带来了更加巨大的伤害。幸好在外力的加持下，一匹幼马很快便诞生了出来。几人顿时兴奋不已，纷纷为幼马的降临而感到开心。可等到他们从喜悦中反应过来时，却发现母马已经彻底没有了生机。女孩顿时伤心的哇哇大哭，因为这对她来说失去的不仅仅只是一匹马，而是一位陪伴她成长的亲人。女孩秀珍在她很小的时候便没有了母亲，她的母亲曾是一位优秀的赛马骑士，却在一场比赛中不慎从马背上摔落，导致了意外身亡。从此，这匹名为将军的赛马也成了秀珍对母亲唯一的情感寄托。虽然将军只是一匹马，但他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。他会像妈妈一样，每天早早的来等待着秀珍放学，然后护送着她穿过那条寂静无人的小路。每当放假的时候，他也会陪着秀珍外出游玩。等秀珍玩累睡着了，他便默默地背着秀珍回家。有时遇到下雨天，他还会用他那健硕的身躯来为秀珍遮风挡雨。于秀珍而言，将军不仅陪伴她走过了整个童年，更多的是弥补了她心中缺失的那份母爱。可还不等秀珍从将军离去的悲伤中缓过劲来，父亲居然就想把将军留下的唯一子嗣给杀掉。因为没有母马的照料，这匹幼马甚至连站立起来都是个难题，更别谈还想训练它去参加比赛了。父亲觉得他根本没有继续饲养的价值，所以决定要将它进行安乐死。好在这时秀珍恰好路过马厩，撞见了这一幕，他急忙出言制止了几人的行为。为了保住幼马的性命，他甚至不惜向父亲承诺，自己不但能让幼马站起来，还能训练它去参加比赛。说着还找来了奶瓶充当妈妈给幼马喂食。看到女儿如此的坚持，父亲也只好同意暂时先将幼马留下来。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幼马的状态却让秀珍渐渐感到失望，因为她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完全就没有半点想要站起来的意思。这让原本信心满满的秀珍都不免生出了放弃的念头。이제부터 누나가 안 먹여줄 거니까 배고프면 네가 알아서 먹어. 알았어? 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幼马像是听懂了他的抱怨一样，居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看到幼马终于替自己争了一口气，秀珍顿时欣喜若狂，高兴得像是个200多个月大的孩子。很快，幼马便能够在草地上自由地驰骋。秀珍连忙找来相机，记录下自己努力了2个多月的成果。随后还把将军生前佩戴的铃铛送给了幼马，他希望幼马长大后也能像他的母亲一样，成为一匹优秀的冠军马。为了方便日后的训练，秀珍结合了幼马出生当晚电闪雷鸣的天气，决定给它取个霸气的名字，叫做雷鸣，还让幼马如果也赞同这个名字，便吃掉他手中的这颗方糖。看到贪吃的幼马迅速将方糖吞下，秀珍忍不住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。从此雷鸣便成为了幼马的名字，而方糖也成为了他最爱吃的零食。当马场的叔叔见到雷鸣居然能够站起来，连忙将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告诉秀珍的父亲。虽然父亲表面没有说什么，但实则内心也为女儿的成功而感到欣慰。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天他竟意外收到了赛马协会的电话，通知让秀珍可以去参加职业骑师的考试。父亲这才知道女儿居然偷偷背着自己报了名，他生气的没有回应，默默挂断了电话。倒不是他对赛马抱有偏见，只是他的妻子已经因为赛马而丧命，他不想女儿再继续重蹈覆辙。于是为了让秀珍放弃赛马的念头，父亲故意瞒着他将雷鸣给卖掉。得知这一切的秀珍当即怒不可遏，因为在她的内心里，雷鸣不仅仅只是一匹马，更是如同他的弟弟一样。他大声质问父亲是不是有病，为了那点钱居然将他弟弟给卖掉。父亲见女儿居然为了一匹马如此咄咄逼人，当即也生气地给了他一巴掌。但这一巴掌非但没有将秀珍打醒，反而让父女俩就此产生了隔阂。秀珍拼命地骑着单车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码头。可遗憾的是，负责装载动物的船只已经出海。尽管秀珍站在岸边一遍遍哭喊着雷鸣的名字，但最终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只扬帆远去。由于还在与父亲赌气，秀珍并没有选择回家，而是跑到了赛马协会来参加培训，想要先在这里考取一张赛马骑师的资格证。然而协会里的人几乎都对她抱有偏见，认为她一个女孩子来参加赛马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太高的成就，也因此教练几乎把所有脏活累活都安排给她，令她每天都过得非常辛苦。不过好在，即便是身处逆境，秀珍也依旧保持着坚强和乐观的态度。有时候感觉实在太累了，她就会吃上一颗雷鸣以前最爱吃的方糖，回忆起雷鸣在困境中迎难而上的样子，相信自己的努力也早晚有一天会得到认可。经过2年的不懈坚持，秀珍也终于拿到了赛马骑师的资格证。毕业后还被留在了协会里继续参加工作。但这倒不是她的骑术有多么优秀，而是这里的老板想利用她女骑士的噱头，来为马场吸引更多的观众。很快，秀珍便迎来了人生的第一场正式比赛。她满怀期待，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可以大展拳脚了。可没想到，教练却只是安排她故意去阻挡对手，好让他们这边的另一位骑士赢得比赛。虽然很不耻这种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行为，但为了能够上场比赛，秀珍也只好无奈答应了下来。可当比赛开始之后，
他却发现自己给对手造成的恶意阻拦，很容易就会促使对方摔落马下。即便两人此时的关系是互为竞争对手，但内心深处的善良还是驱使着秀珍不愿去伤害任何人。可也因为他主动让出了赛道，使对手轻易便夺得了比赛的冠军。下场后，教练满脸愤怒地找到秀珍，质问他为什么不按照赛前的安排执行。秀珍连忙解释，那样会害到对手从马上摔下来的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教练居然告诉他自己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，还让他下次如果再敢擅作主张，就可以直接卷铺盖走人了。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处罚，但教练的话却如同一根刺，让秀珍感觉刺挠。他是实在想不通，人怎么可以无耻到如此地步？为了比赛胜利，居然这样罔顾他人性命。当天晚上，秀珍邀请了朋友陪她来到酒吧浇愁，结果因为心情不好，却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。朋友只好喊来男同事背着她去打车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一位马戏团的大叔正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，不停地邀请路人前去观看他们表演。然而这匹马的目光却一直紧盯着秀珍的身影。当终于看清楚秀珍的长相后，马儿瞬间兴奋地拔地而起。原来他竟然就是2年前被卖掉的雷鸣。认出秀珍的他顿时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。他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向着秀珍疾驰而去。可当他赶到出租车停靠的地方时，秀珍已经坐上了车。雷鸣拼了命地在后方追赶，但马的速度又怎么可能赶得上汽车呢？望着远去的出租车，雷鸣的眼中充满了失落，就像当年一觉醒来突然见不到秀珍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因为他的擅自逃跑，还被马戏团大叔抓回去狠狠教训一顿。可怜醉酒的秀珍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。第二天，他还有一场比赛要参加，但就在临上场前，他却突然察觉到自己的马儿前腿有些异常。秀珍连忙将这个消息告知了教练，希望今天能够取消这匹马的比赛，带他先去做个健康检测。然而黑心的教练眼里却只有利益，根本就不管这些马儿的死活。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所有部署，会创造机会让秀珍的马夺得冠军。同时他也在这匹马身上下了重金，让秀珍千万不要坏了他的好事。看到教练仍旧是一意孤行，秀珍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默默祈祷他担心的事情不要发生。比赛刚开始不久，有了队友在帮忙阻挡对手，秀珍很快便顺利冲到第1的位置。然而赛程才进行到一半，马儿的前肢便已经开始承受不住。为了避免给马儿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，秀珍连忙带着他跑向了赛圈的边缘，而这也意味着他主动退出了比赛。愤怒的教练直接一巴掌将秀珍扇翻在地，对他又一次擅作主张而破口大骂。尽管秀珍极力解释自己是在救那匹马，但教练还是把一切都怪罪在他头上，甚至还直言让他可以直接收拾东西滚蛋了。不服气的秀珍立马找到了马场的老板，希望老板能为这件事主持公道。可没想到，老板跟教练完全就是一丘之貉，说比起最终会跑废掉一匹马，他也更乐意看到赢得比赛带来的利益。老板与教练的所作所为，顿时让秀珍对协会里的一切都失望透顶，觉得继续再留下来只会让这群人玷污了自己的梦想。于是他毅然决然收拾了行李，坐上了离开这里的大巴车。巧的是，就在这时，路边一匹骏马引起了秀珍的注意，他一眼便认出那匹马脖子上挂着的正是当初他送给雷鸣的铃铛。他顿时激动地跑下车，不顾一切地冲向雷鸣，就犹如昨晚雷鸣也毫不犹豫地冲向他一样。往日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逐渐浮现。当秀珍再次站到雷鸣身前，泪水也早已布满她的眼眶。她上前轻轻地抚摸着雷鸣的额头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分开。也在这天，马场突然来了一辆陌生的车。当看到是秀珍带着已经被他买下的雷鸣归来，叔叔顿时激动地跑过来迎接。父亲虽然表面不为所动，但实际上内心也早已经乐开了花。在秀珍离家出走的这2年，父亲也不止一次后悔当初冲动卖掉了雷鸣。他不仅主动向雷鸣道了歉，还亲手为雷鸣制作了一副新的马蹄铁。而这一幕也被秀珍一字不落地听在耳中，与父亲2年前产生的隔阂，也在这一刻彻底的烟消云散了。往后的日子，秀珍每天都带着雷鸣在草地上肆意的驰骋，一人一马也相处得越发的亲密无间。可突然有一天，赛马协会的尹教练却带着一位老板来到了马场，想要聘请秀珍当他名下的骑师。原来之前秀珍还在赛马协会的时候，尹教练就2次都有关注到她的比赛，不仅很欣赏秀珍身上的那份善良，同时也非常青睐她的骑术。因为即便是在比赛的时候，秀珍也从未对马儿使用过马鞭，这种能够用心和马儿沟通的方式是很多骑师所不具备的，所以他才会在秀珍离开后不久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这里来找她。终于有机会能够重返赛场，秀珍开心地来到坟前，将这个消息告诉母亲，同时也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成为一名像母亲一样优秀的骑师。回到赛马协会不久后，秀珍便迎来了她与雷鸣配合的第1场比赛。虽然最终只获得了第3名，但尹教练并没有对此感到不满，因为对于从未上过赛场的雷鸣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。然而雷鸣在赛场上的耀眼表现，却也让黑心教练感受到了一丝威胁，于是他又想着要用肮脏的手段来对付秀珍。从第2场比赛开始，
他便安排骑手恶意的进行阻拦，害得秀珍好几次险些摔落马下。好友见到这一幕，当即驱使着赛马加速冲上来，卡在秀珍与对手的中间打起了掩护，但这也导致了他自己不慎摔落马下，当场身亡。看着好友家人悲痛欲绝的样子，秀珍的内心愧疚不已，同时她也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赢下最终的比赛，让那群没人性的家伙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在接下来的比赛中，被仇恨驱使的秀珍开始变得心浮气躁。以往从不用马鞭的她，几乎每场比赛一开始便不停地用马鞭抽打着雷鸣，结果雷鸣的名次不仅没有进步，反而基本每次都是垫底的存在。几场比赛下来，雷鸣的身上也被抽得皮开肉绽，尹教练因此对秀珍失望透顶，顿时停掉了他所有的比赛。秀珍不服气地找到尹教练，质问为何不让自己参加比赛。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夺得大奖赛的冠军，但尹教练却反问他：如果你的内心仅仅只在乎能赢得比赛，那你与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教练的话瞬间让秀珍如梦方醒，深切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当晚，他独自来到马厩，亲口对雷鸣说了声对不起，还给他带来了最喜欢的方糖吃。雷鸣的眼眶里顿时饱含热泪，因为他感受到曾经熟悉的那个主人终于回来了。接下来，秀珍彻底收起了马鞭，对自己与雷鸣展开了科学的训练方式，而结果也是不负众望，他们屡屡创下佳绩，基本每一场比赛都能夺得冠军，一跃成为了赛马场上最耀眼的明星，成功的闯入了大奖赛的总决赛圈。然而，偏偏天意弄人，就在决赛到来的前夕，秀珍却忽然发现雷鸣竟然流起了鼻血，她连忙将雷鸣送去了医院检查，没想到得的竟是肺衰竭，医生表示必须马上进行手术，否则这匹马将会有生命危险。但这同样也意味着她无法再继续参加比赛了。秀珍找到了尹教练，让他帮忙退掉了雷鸣接下来的比赛。基于对马的了解，尹教练也只好无奈答应。可是就在决赛的这天，秀珍却突然接到电话，说是雷鸣独自跑出了马厩，不知所踪。秀珍连忙发了疯的到处寻找，没想到雷鸣竟犹如一尊战神一样屹立在赛马场上，并且无论秀珍怎么劝说都不肯回去。显然他是知道了这场比赛对秀珍至关重要，所以想要帮助她完成梦想。面对雷鸣的坚决，秀珍也不得不同意他再次走向赛场。只是往日恨不得3、2步走完的路，这一次却显得格外的漫长。当来到起点处，泪水早已经布满秀珍的眼眶，她哼唱着雷鸣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歌谣，而雷鸣的鼻血也渐渐染红了地上的沙土。伴随着栅栏开启，这场最终决赛也拉开了帷幕。雷鸣肩负着主人的梦想，犹如离弦之箭飞奔而出，他拼尽全力超越了一个又一个对手，但由于再次剧烈的运动，他的病情也再度加重，鼻血更是不要钱似的往外喷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终于在他的奋力坚持下，他承载着秀珍超越了所有对手，以第1名的成绩冲过了终点。然而就在这本该是万众瞩目的时刻，雷鸣却突然倒下了。他好几次试图想要再重新站起来，可每次刚起身却又会重重的摔倒，最后他也只能无力的瘫痪在地上。满身伤痕的秀珍顿时顾不上疼痛，走上前去温柔地贴在雷鸣身上，并哭着与他做了最后的告别。虽然雷鸣永远的离开了，但他身上的那份坚持和勇气，同样也成为了秀珍成功背后的动力。相信无论未来再遭遇怎样的困境和挑战，他都能够像雷鸣一样坚定不移的前行，勇敢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